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晨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
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，可活；找不出，依旧是死。1日。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店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元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水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什么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正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，已死在郊外。
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正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酉正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韦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正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两人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办得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一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元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元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所不缺郑元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墨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补阙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。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，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
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我阿娘还在家等我，你不是说我唱完曲就放我回去吗？哎呦，你瞧这小泪珠，我见犹怜，干嘛要走啊？这多煞风景啊！你就让我走吧，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，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你走吧。谢谢观音，谢谢。师爷辛苦了，杜县尉说这个小丫头就给您慢慢享用。正宫清风俊杰，忠义双全，呜呼哀哉。变白衣为黑时，刀伤以为侠。凤凰在怒兮，居无山屋。同绕于世兮，一盖而相量。我今夜一路跟着曾轩出府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长乐街，都怪我领烧时被他发现了，让他把我给甩掉了。别急，长乐街以西是李仆射府邸，他怕度量，不可能去。以南虽是梅相府邸，但他官职低微，很难见到梅相。还有就是袁绍成府邸，时人不知袁嗣成为父党派，度量又一向瞧不起出身卑贱之人。若你是曾轩，你会去哪里？他钻进了袁府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便好。没错。好了，胎记擦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到处找脖子上有胎记的心啊，可只能到梦里找了。对了，圣上对你态度如何呀？你不知道，今日你面圣时啊，我一直在给你卜卦。姑母，放心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嘛就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倒霉蛋。谁能想到我才是做局之人？那你还得万分谨慎。如今郑元一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城里的百姓对你啊，那是又憎又怕。这第一颗棋既然已经下了，就必须要下到终局。度量贪墨的那5000两军饷，上面有印记，他一定会找地方熔掉重铸。黑市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你看，老鬼帮我们画了张地图，度量的熔银厂就在东郊10里山坳处。熔银厂是我们敲定度量罪证的关键。姑母，你联系鬼叔，安排人手盯住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还有3刻，小姐。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丹心，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必须赶在宵禁前出城。
山林里的机关虽然都已经布好了，但是毕竟要做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我陪着丹心一起去？不用，你今晚就负责在袁府外盯梢，看到曾轩出来，立即告诉我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袁绍成这个人危险吗？此人心术不正，身上有股邪乎劲儿。邪乎？再邪乎，还邪乎得过你？杜公，曾轩已死，这封信一烧，你便可安心了。有劳袁子成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之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吧？下了朝，你我都是生意人，生意人心中自然只有生意。袁子成当真爽快，但你所图的，他不止这一间赌坊吧？杜郎中在乎赌坊，肯定也不会是因为齐君山给你的那点分成吧？你在户部身居要职，只要有人想求你办事，便去那赌坊输上一笔银子即可。慎言，那可不是我的赌坊。你还有何所求？一并提出。独木难成林，杜郎中背靠李氏，还望杜郎中日后多多提携。赌坊给你了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义子。多谢杜郎中抬爱，不过义子的名分，我就不和齐君山争了吧。不过眼下，郑源的死还是得有个交代。那个元兄叶平安，你怎么看？我虽碍于圣意，不得不与他一起办案，不过也因此行事倒是变得更方便了。他想借更夫去寻找线索，不过被我借故阻止了。此人狡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依下观看，需斩草除根。少城先行告退。当主，我亲眼所见，袁绍成杀了曾轩。至于叶平安，他今晚进了便没再返回。定睛一丝传奇机会。当主，郑源将巫医叶平安接到了我们看病，为何不让他当替罪羊？你在他左后边动手，其他的交由我。当主，在叶平安离谱后跟着他，确保他别遇上任何人，再次出手，然后秘密报告他行踪，还有让更多慢慢搬出去。Of being incompetent,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,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. I'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, that's for you to take away.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,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,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. 又做噩梦了吧？凝神香用了这么多年，竟也治不好你做噩梦的毛病。又快没了，我得赶紧跟你联系新的。我这置换药粉已经用完了，姑母带人出城，再采些草药回来吧。
平安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放着吴香平静的日子过，却放着你带着担心做这么危险的事？因为姑母了解我。错，不是了解，是因为那些日子虽然安稳，可我却未曾见你真心的笑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只有你真正的心情，生活刚开始，虽然心里多险，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姑母这么担心我啊？可你年轻的时候痴迷巫术，不愿意学医，还自出宗籍，这胆子可不比平安小。所以只有姑母才会支持我这大不韪之举。平安，记住了，圣上那关你必须得过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将大不韪变成大可为。遵命。姑母，平安，袁绍成把曾轩给杀了。我整晚都在袁府外蹲守，未曾见到曾轩离开，直到偷听到袁绍成跟人说曾轩的尸首处理了吗？大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保管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辛苦大哥。这才知道曾轩已经遇害。今天就是笨，都让他赢了。老大，刚收到独郎中密令，让咱们拖住叶平安。义父，都安排好了。人哪儿找的？有谱吗？信得过。这个锅呀是个旱棉，一点就炸，到时候闹大了，宵禁之前，叶平安入不了宫，就死定了。国义，好样的！给我走！诸位，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惩治凶手啊！就是他，咒死了我看病的外甥！还有一件事，军饷马上运抵圣都了，你速派人去容银厂，把剩余的银两尽快融好，转移回来。我办事，您放心。你是说，那新一今日有难？那羊掉进了狼群，还能有好吗？你不是还有事吗？该走了。还有比陪你更重要的事吗？天热的我心烦，没心情。那改天，随时。月儿，去找海尚书，告诉他，安心馆有骚乱伤人，梁官当管。是。海公，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心馆有人聚众闹事。郎主，这事该公协管，你不好插手吧？民生事大，你去给公协送口信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别在这胡闹了！不能走！大家都静一静，大家都冷静冷静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尽管跟我讲，我替大家做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巫女，她用巫术咒死了别人的外甥。你有人证吗？有啊。哎，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既然没有人证的话，那大家就都散了吧。啊，都散了吧。
躲开！躲远点！不要看！叶平安是个祸害，骗大家的钱，害死人家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！你，郭毅，这个名字，叶新一呀，我被那个郭毅咬了一口啊！他读点破书，考个破举子又咋的？他也就是个做脚夫的命，我就骂了他一句呀，他突然就像只疯狗一样就咬人呐！癫狂、易怒，有伤人倾向，他有狂躁之症，需先将他安抚下来。郭毅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人的外甥，也根本没有见过那人，你信吗？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什么一面之词？被你害死了外甥的大哥就在那边！大哥，大哥！这什么呢？海公，封建守卫就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此人读过诗书，却当了小妇，同性弱者，对官员缺乏信任。郭毅，你是个举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了考取功名苦熬多年，可如果今日你因失手误伤了我，也会连累自己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就白费了吗？白费了如何？当了举子又如何？你根本不知道我吃过什么苦。圣上登基，天下更新。若碰上伯乐，我就有机会入仕。可我太天真了，我没钱，更没门第，想拜访一个小吏都需要入门礼。我做起了脚夫，他们对我喊打喊骂。可我也是读过诗书礼义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心中有怒，所以冲动使你会伤人。我是心中有怒，但我郭毅从不伤及无辜，更不后悔。前天夜里，要不是那个人与我争论时辰长短，我根本不会动手跟他打。我不后悔，我不后悔。哎呦，那你现在不就在伤及无辜吗？郭毅，孔孟之道，仁义为先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个读书人吗？你本性良善，不要因为面前的困境而误入了歧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啊，大家散了吧。海上书，这郭毅只是心绪不宁，并非故意伤人，还望海上书网开一面。叶平安，今天真让我见识到了你这疏导人心的本事。日后海公若有用得到平安的地方，平安一定随叫随到。可以啊，这里比咱们府上还要气派。好，赵玉在，去找人把墙上暗影的东西给我扒下来，换上蜀纹。是。司城，方才按信馆有人带中闹事，但已被叶平安化解了。这肯定是度量那孙子出手了。我们既然上了度量的船，要不要帮他阻拦叶平安，卖个顺水人情？
看不必，他没有证据。待暮鼓生毕，他便难逃一死。郭毅，你刚刚说前夜跟人争论时辰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晚怪得很，时辰过得特别慢。慢？从有证到害证，我每日都捡4缸豆子和2个时辰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可前天夜里，我按和往常一样的快慢抛捡豆子，却捡了5缸，才听到打更。我告诉门房更夫打错了更，在册本上写下做工2个半时辰。你若想弥补今日的过错，需尽快拿来册本。好。平安，册本接着。我是新一夜平安，我要面圣。宵禁已到，1日已结，圣上不会再见你。来人，将此犯拖出去。鼓声未停，目无600声方节，鼓声未停，今日就未过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圣上金口预言，纵只剩须臾，今日亦未过。你阻我面圣，是要害圣上出尔反尔吗？你随我进殿吧。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。郭仪的册本能够佐证，民女在郑补阙府上被捕时，更夫有意延报了半个时辰，实为子出。验尸也可证明，郑补阙死时是亥时，他被杀时，民女并不在场。还有此物是民女在郑补阙府上搜查时发现的。民女猜郑补阙应该是拿到了户部度郎中贪墨饗银的罪证，才招致的杀身之祸。谁能想到棋局初开，你就用假眼换了真眼？对手棋路难辨，为了自保，那就必须将度量的亲笔密函握在自己手里，将临摹的假密函替换给郑源。可若你拿出这份真的，被别人发现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会单独面圣，到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跟圣上到底说了什么。哼，这就是你寻来的证据，不堪一用。陛下息怒，你当朕是庸君还是昏君呢？仅凭一封言辞含糊的信，就意图污蔑一位大臣，朕昨日就该赐死你。民女自然当陛下是明君，仿制民女查与不查，陛下心若早已如明镜。民女一无所有，唯有心诚。心诚？你是赤子还是狼子啊？赤子为弓，锐而不拔；狼子为剑，锐而破竹。两仪相生，皆为陛下的子民。郑源一案非你之过，不过这密函也别再提了。谢陛下。李氏和武氏不和，圣上拿到密函后，很可能会认为是武氏在借机构陷度量，不会轻易下定论。况且，度量在李氏也是根深叶茂，仅凭一封密函，我们还扳不倒他。那怎么办？你这功夫不是白费了吗？不会白费，我自证的清白，生机也是圣上给的。在圣上眼里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一颗只忠于他的棋子。而我们只要设法让刑部得知度量录音厂的所在，再结合这封密函，就能在圣上心中埋下怀疑他的种子，这就够了。
你虽懂得一些相面一心之术，但以后别再拿什么窥梦之说来欺君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有些病可不止心病这么简单。复古之居，国之顽疾。陛下，如有用得到平安的，平安愿为陛下分忧。不急，慢慢来吧。谢陛下隆恩。接到密报，东郊10里外有人私容官银。去那儿！跟我走！老大，有捕手！老大，有捕手！有捕手！什么？哎呦，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让开！你们这容银厂来历不明，我们要查封此处，带走。没想到海一平竟然横插一刀，帮了叶平安。刑部查抄容银厂着实蹊跷，所幸那批银子已经处理好，损失个容银厂也算不得大事。牢里那些人，义父放心，他们绝对不敢乱说。您觉得幕后之人是谁？此事怕是与梅党有关。